给你一套成熟稳定的交易系统啊，你照样会亏得马中马，你信吗？其实这是华尔街花了上亿美金做的社会实验的血泪教训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性啊，它有2大 bug， 就是只要有一个没关掉，多少钱都不够咱亏的。我是抽象交易员莫坤，今天咱们来继续阅读《海龟交易法则》这本书啊。我会分享一套书中说的治疗手贱的办法，也就是说，赚的拿不住，亏的又死扛，到底该咋办呢？全程干货啊，这个大家收藏慢慢听吧。上集说海龟们集训完成后啊，这个拿到了100万美金的实盘账户，开始的时候意气风发，可最后还是有人归零出局了。所以说丹尼斯给了第一条铁律，就是说风险与情绪管理的重要性。海龟系统规定每一笔交易在下单前它就需要设置好止损。所以有人问能不能把止损再放宽一点呢？丹尼斯后来摊手说啊，就是当然可以啊，只要你愿意用真金白银交学费就行。既然开仓的方式确定之后，那止盈用什么办法呢？其实第2条更绝啊，那就是不设定止盈目标，就是直到趋势反转信号出现的时候再离场。换句话说，就像是过山车啊，这个不到终点咱不下车。这个规则简单吧？但是不好意思啊，实验一开始人性的 bug 就暴露了。这第一个 bug 给我的印象还挺深的，叫做损失厌恶，说的就是大多数人们对于避免损失有一种强烈的偏好，也就是说盈利回撤宛如惊弓之鸟啊，感觉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啊！不行，这个我得赶紧止盈啊！还有一种这个损失厌恶的表现就是 FOMO， 英语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。这个在 Coin 的圈子里面常听到啊，意思就是说害怕错过啊，赶紧去追高啊！其实多少人追高都挂山顶上了。第2个 bug 呀，就是处置效应，意思就是跌了之后啊，就化身信仰战神啊，一路补仓补到天台排队。书中的海龟们呢，其实之所以成功啊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了执行系统的机器了，不允许这些情绪的干扰。随着实验的继续进行啊，严格执行系统的人啊，账户就非常乐观了，证明交易的能力啊，它确实是可以传授的。海龟实验呢，也成了金融史上最传奇的经典案例嘛。有朋友说，那按照这个交易系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个甚至拴条狗都会啊。但是奉劝大家别着急上头，这故事没那么美好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了。其实有交易经验的人一看就了解了，书中这套呢，其实就是趋势跟随策略嘛。它呢，在行情顺畅的时候啊，其实确实是无敌的，但是在震荡市场的时候啊，它就开始频繁小亏止损了，有点像钝刀子割肉啊。在这场实验里呢，最传奇的学员啊，当年才19岁，你敢想吗？他啊就是死磕规则嘛，后来独自为丹尼斯赚了$3000万啊，并把这段历史呢写成了这本书。但是更多的人呢，其实最终灰头土脸的离开了市场。故事到这里，其实突然就变得很现实，就是即使给你金手指啊，也未必能在这个游戏里面乱杀。听完海龟的故事啊，它其实证明了交易确实能被教，对吧？那也证明了知行合一的必要性嘛。能这么做的人呢，还是少得可怜。海龟交易法则也告诉了所有人，风险管理是第一要务，活下去才是永恒主题。真的，这个话题说多少遍都不为过，心理才是最大的敌人。当然了，这个技术呢还是次要问题啊。就不管你炒啥，只要遵循你自己的这个系统啊，控制风险，长期下来就能站在这个赔率的一边嘛。剩下的那就交给时间了呗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其实就不会整天的去猜顶抓底了，而是老老实实的去找一套自己能执行到底的规则，这个更重要一些，然后把它变成肌肉记忆。至于在交易里面啊，咱们能不能扛得住连续10次的止损啊，或者是10几次的这种小亏，甚至啊半年没行情，那才是能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到下一轮牛市的真正考题啊。
真正伟大的交易呢，你看它也不是预测对吧，而是一次次被市场打脸之后，还能不能面无表情的再下一单。OK， 这就是海龟交易法则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挺想知道大家回撤最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，或者是如何控制回撤的啊。我在上半年啊，这个亏了一辆小米速7啊，才看到这本书，相见恨晚吧，所以才跟大家做了个分享。那么大家面对亏损的时候，到底是补仓死扛呢，还是说删除软件彻底不看呢？哎，评论区交流吧。我是努力管住手的抽象教员莫坤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